哟，你来了，这位同学，我看你面色红润有光泽，最近不是要发财就是有桃花，来，快让我亲一口。哎呀，就这红扑扑、香喷喷的麻辣烫，你们猜我这儿到哪？我跟你们说，我这儿来了，青海西宁。在西宁吃饭，你甭管是早上、中午、晚上，都离不开它这一口当地的驯化的辣椒香。See you tomorrow， 再吃一口冻豆腐，一吸溜，就豆腐里面的汁儿又到嗓子眼了。它的辣度在舌根上有点淡淡的回辣，但这个辣一点都没有喧宾夺主。我喝一口，然后有一堆芝麻，咬那个芝麻水，咯吱咯吱，这个香味就出来了，香而不辣。这个粉儿跟麻辣烫是配套的，我选的就是9叶粉，它就是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那种。加上这一支是真他妈爽。我对西宁有个特别的感情，为啥呢？因为就是我刚工作的时候，在青海西宁生活了半年，那时候锻炼，这个地方有生活着各族人，就是汉族、蒙古族、回族、藏族、萨拉族等等等等。循化县是哪呢？就是一个萨拉族自治县，那里辣椒特别有名，所以我们在这吃到的很多的小吃都是各种民族它融合之后的结果，就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。吃完这一口，咱们吃饭故事马上开始。晚上9点，西宁的夜降临了。小花，你知道我刚才跳的这是什么吗？知道吗？对，这就是国庄，这种藏族的舞蹈，一般人把握不住。然后就像我这种08年就在青海西宁接触这门艺术的人，知道吧？就10多年的这个入门之后的功力，那就显得他们跟我的差距就会有点大。虽然它是藏族的舞蹈但是在西宁，甭管你是啥族的，甭管你会不会你只要来了，你就能融入进去。那这个西宁它又称凉都，到了晚上就齁了这晚上这穿外套都有点凉。这一条街这是虎台这边，这08年我曾经在这儿奋斗过的地方这边的这个店一般的都能开到凌晨3、4点。
哇，4位，来串儿来串儿来，我去，这都10点多了，全是人。这是羊腱子。嗯，好的，来这烤鸡翅。小姐入戏好快。这是烤饼。烤饼是吧？啊，对，好，我有面片就行了。对，给我拿4串腰子。全腰吗？是腰。对，4串腰子，然后要10个肉串。给我10个锤。这是啥？要一个面片，小碗面片。小碗面片啊。对对。这西宁的晚上吃饭啊，你是看不见青菜的，有几块西葫芦，这已经算是放了一片森林了。其实这个面片我已经想吃了，可我就是不吃，我的串还没上完。干视频道那么多年，一直都没有来西宁拍过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们说这是为什么？这是我的吗？这不是我的。因为这点全是肉，我是个不爱吃肉的人。哦，真的是我了啊！好了，谢谢。哎呀，呀！我操！什么都别说了，就这边就是烧烤啊！你看，它这个羊肉，你看啊，跟刷了酱似的，肉比较嫩。好，谢谢，好的。后面要我烤点酱。它那个料是湿料，看水灵灵湿漉漉的，肉呢也是纯化的辣子。吃到嘴里之后呢，这个烤腰子它肥，但是瘦的这地方也很嫩，然后再带着它这个酱，所以就很香。看，吃一口串儿。我操！来个面片，哇！我原来在虎台这边时，我就很喜欢吃这种小面片，它切的会小一点、碎一点的这种面片。一般来说，如果煮的很有滋味的话，它可能是煮的很囊。但是这种面片就是入口之后，它还有嚼劲，又很吸溜、很滑溜。然后你吃这个面片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配这个羊肉串。哇，就是他们就是斯塔姆和内斯塔。它搭配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脑海里节奏就是这样的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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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你知道这是啥吗？这叫哥德堡变奏曲，你知道吗？这他妈是青春的声音。因为我在这个位置呢，它是在虎台。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就是虎台这边有个夏都影视港，今儿晚上我还专门去看了一趟，这楼已经黑了，也不知道干啥了，没人啊。2008年的时候，那会儿我们也在看欧洲杯，那会儿看的是西班牙。哈维很舒服的传了出来，托雷斯打门球进了。刚才看的是荷兰跟波兰。哦，就一直在这儿吗？一直在这儿。原来在那边是一个帐篷。但是你们家我看现在成必吃榜了。我们现在有4家店。哇，厉害！因为毕竟离开这10多年了，来吃这儿，这城市里可能有很多其他的新兴的餐厅做的也好吃的。我怀念的是，就当晚上太阳落山之后，小风吹着，吃着这个烧烤，一定要虚溜着趁热吃，稍一凉就不好吃了。再喝一碗热面片，晚上回去就很舒坦。
当地人也是这样的，说话声音很大，看着很粗犷，但其实人都非常好。你看这集西宁吃饭故事，不光要吃这几个小吃，我还得带大家去一个我梦开始的地方。那地方有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，而且跟我们视频道在16年前就埋下了这个姻缘啊。这个是最后我当彩蛋讲，明儿早上打算带大家在西宁吃个早饭，但是呢，因为我实在是脱节了，就找了一个朋友啊，明儿早上带着我一起吃，看看西宁现在最靠谱的早餐是啥样。是这个人啊，看着像老干部。他哪一年了？曲球他哪一年了？好像80年。是吧？给他打个招呼。小龙老师，来给大家打个招呼。好了，大家好。这是我们请来的啊，在这个西宁电视台工作的，当地非常会吃啊。龙老师啊，对，龙老师你不用紧张啊，你就当是拍你的，多少有点紧张，你就当是拍你的视频号。好。对，他今儿早上带我们来吃了这家店，叫嘎晋娃。嘎其实就是青海话，这个晋呢，就是老板说他们之前就是山西人啊，来到西宁。这家店的这个历史可能追溯有30多年吧。早晨你过来你坐不上，所以好多人就会把碗抬出来在外面吃。它的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蘸面，蘸面最有感觉了。对，主要他们家的这个辣椒好，所以咱今儿是吃啊，也可以吃花面。花面的话有肚丝，有羊肠，然后有这个它的这个腱子肉啊，就这些东西啊，这样。好的。尤其在青海吧，可能面就作为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分的这样一部分。可能一天不吃面就浑身不舒服。好家伙，就这儿呗。啊，就这儿吧。好，来，好哦。啊，你看我的要辣椒多一些。哦，对。对，那好多人喜欢吃辣椒，好多人不太能吃得下辣椒。有点西宁太干了。对。哎呀，我这昨儿来了，前天来的，我昨晚上我半夜就干醒了，嗓子疼。我这早上起来，我就这个辣椒少点正好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萝卜。啊，萝卜，白萝卜。
所以这个面是黄面。面是白面，尤其可能在我们这个甘肃啊、青海啊比较常见的这种像五味面啊这种面。五味面啊。对啊，用的五味面。OK。其实对拌的时候，因为它有这个萝卜干跟这个辣椒，它扑面而来的那个热气的，有一点拌那个热干面的那个。哎，有点那种感觉，对是吧？然后剩下就是有这个腱子肉、牛腱子，我都来点，那叫花花。然后，哎，好，来。哦，好啊！这个跟我之前吃的雄花辣椒都不一样，这个辣都不太一样，是吧？它加的肯定不止一种辣椒，但是还有一点是啥呢？它入口之后它不腻，然后也不干。对，就是老板说他这个辣椒里面加了大概有100多种料，而且为了保证这个料的这个独一份这种感觉啊，老板平常打料的时候都不会在一家店打，最后配比就是在老板自己手里掌握。哎，哦，这样。你这个还是普通辣，他还不够辣，他要加辣。我操，小姐他们吃完了，而且面不改色，没了，吃完了。你说你可是在西宁待过半年的人，大意了，我去，我昨天还说呢，我说来西京吃饭肯定不会有特别辣的，都是香啊，香辣香辣。等一下我不行哦，嘎子打给的掏吧，辣回溜，辣回溜啊，打点汤花啊，哦，辣回溜啊。我就是原来打招呼是啊，好着呀，好着啥是吧？哎，对，哎，这是。那两个不是脑子，姜母子那家好像热的的。啊。看这面大家就要喝了，里边应该加料了。加了胡椒啊这些东西是有的。对，它加料了，都是排队的。对，都是排队的。这个嘎子，就是在青海话里面就是小的意思。小的意思。而且我们原来那个在这边有说叫炮弹嘎娃啊，小屁孩的意思，小男孩是吧？啊，炮弹嘎娃就是小男孩的意思。对。OK 啊，比如吃羊肠，这个是面肠，这是面肠，这个是肉肠。对。面肠通常用的都是这个豌豆或者青稞豌豆面要多一些，上去就是有那个淡淡的那种豌豆香味的，再加上这个肚丝，肚丝是青海人非常喜欢吃的一种东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会比较脆爽。这一碗面相当撑时候。有人吃这个还不够，要加面，高放一大碗。知道去干啥去？这是？搞鬼，5大1小啊！5大1小，5大1小，哇，厉害！就这一碗面，你就能看出这咱是青海人的这个腔调来。我去！其实我对西宁印象特别深的是啥？就是那个锅庄。我昨天去了啊，现在图书馆门口还是在跳锅庄。对。然后是甭管谁去，反正就都可以跳的。他那个步伐比较简单，而且同手同脚就可以了。哦，步伐简单啊，比较简单，对。哦，而且。你是汉族？我是汉族。哎，那这边像大家，就平时在单位或者在公司也都是，可能这个办公室里是什么民族人都会有。对，藏族、回族、满族、蒙族、撒拉族、土族，大家在一块儿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你比方说有穆斯林同胞，你不能说啊，今天那个有没有吃猪肉啊？就那个猪蹄好吃啊！啊，你要尊重人家的这个民族的一些信仰啊。但是平时大家交往上都没差别，没有任何问题。然后说话都是好人2好人3的是吧？啊，都是那样的。我把这个肉给咱们先收一下，要不然你们在这吃着不方便。没事，您不吃我知道有。爱吃这啊。牛羊、辣椒、香料、面粉，不同的元素在西宁融会贯通，在山西老板的手里，最后变成了一碗面。不管你是谁，走到这儿吃这一碗面总不会错。这是各民族相适应融合后形成的独特风格，也象征着千百年来西宁这个名字的由来。西垂安宁。你们吃不吃？吃不吃？是。1人2个，1个，2
你啊2个。好，那我买6个。老板，来10个油炸糕，10个。啊，付货了啊！我说原来就爱吃你家炸糕，每次来西宁必来吃。来，快点，来，看这是啥嘛？啊，这是西宁水井巷的油炸糕，哇，香！这是他家油炸糕，原来经常来吃的。那西宁是水井巷。过去它不是这样的，你看现在它成一个商业街了。过去它就是个大市场，市场进来之后，有卖菜的，有卖坚果的，然后有好多卖藏式的。当年我在西宁的时候啊，那时候24岁，也是个叛逆的少年。那时候我剃光头，每天以上班为耻，以躺平为荣。头着不上班，我就跑到水井巷，我注册了一个淘宝网店。开始卖水井巷的藏式，后来这个网店中间不用了一段时间，等再打开它的时候，就变成了食频道的淘宝店。所以这就为啥你们看我们食频道淘宝店，它有一个10多年老店，但我们食频道才6年，为啥呢？就因为这。今天拍这条视频的时候，我还39岁，但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40岁了。我在24岁的时候。从来没想过，我可以在40岁的时候，还能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干自己想干的事儿，去自己想去的地方。这对于一个40岁的中年男人来讲，是一个特别奢侈的事儿。所以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但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得益于你们。所以，也谢谢各位小伙伴啊！我的奔5生活就要开始了，再吃口炸糕。